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1月3日周六凌晨，美国派兵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引发了全球震动。在中国互联网上，这件事迅速变成一个高度情绪化也高度分裂的话题。有人把它看成美国赤裸裸的霸权和国际警察行为，也有人认为这是对一个导致国家崩溃、数百万人流亡的政权迟来的清算。更复杂的是，这个事件同时牵动了3个中国高度敏感的问题。第一，美国在拉美的行动边界到底在哪里？第二，中国过去20年持续长期地向委内瑞拉提供巨额贷款以换取石油，现在中国的石油安全会受到威胁吗？第三，川普总统说美国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古巴，那么中国会不会出手帮助古巴？中美在拉美地区都想扩大影响力，2个超级大国会不会因此发生正面冲突？今天的嘉宾是 Leland Lazarus 罗丽兰，他是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领域的研究者，长期关注拉丁美洲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罗丽兰曾在美国国务院和军方工作，就在不久前，他在美国参议院作证，讨论中国犯罪网络在拉美与全球的扩张问题，以及这些网络与部分中国官方机构之间的灰色联系。他是美国政策圈中少数长期把中国、拉美、美国3者放在同一张地图上分析的研究者之一。罗丽兰，你好。你好，袁丽。我们先讨论一下，就是美国为什么要抓马杜罗？从你的观察来看，美国政府这次决定直接抓捕马杜罗最核心的动因是什么？是针对毒品、跨国犯罪执法、争夺对委内瑞拉石油的控制，还是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的考量呢？那首先，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播客袁丽，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很多像我一样的老外，我们就会天天听你的播客来保持我们的中文水平吧。好，谢谢。所以我感谢你啊。那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简单回顾一下委内瑞拉的历史啊。首先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将近10年，委内瑞拉曾经是全球西半球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它是美国外派人士最向往的目的地之一，也基本上是美国在本地区的这个很重要的盟友。那当然呢，那个时候也有很大的问题啊，贫富差距啊，腐败啊，以及有一个西班牙语的词caudillo 是吧？考蒂罗式的强人政治，这些问题都加起来，最后催生了 Hugo Chavez 的崛起。然后 Hugo Chavez 去世之后，此时马杜罗。但是我觉得马杜罗执政期间，委内瑞拉逐渐演变成一个烂摊子他几乎彻底搞砸了经济管理我给你一个例子，石油出口量从上世纪90年代的每天300万桶，下降到今天的大约100万桶。这个国家拥有大量黄金和关键矿产资源，但是这些矿山却被犯罪组织控制。也就是说，委内瑞拉就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但是他的老百姓却食物都买不起，通货膨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马杜罗他一直从容各种各样的跨国犯罪组织在他国内为所欲为也包括向美国诉讼可卡因等毒品所以我个人觉得因此我觉得最近的这个军事行动从各种各样的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举多得。一方面
获得更多石油供应，压低美国国内油价。另一方面，打击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同时削弱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这个地区的战略支点和滩头阵地，并对古巴和尼加拉瓜等威权政权形成压力。从你掌握的信息来看，委内瑞拉的国内的反应大致是怎么样的？是更多的恐惧、混乱，还是某种程度上的释然？中国官方媒体强调的是，比如说马杜罗的支持者示威游行。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媒体报道，就是委内瑞拉人都哭了，他们说终于把这个人给判走了。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委内瑞拉国内或者是你认识的委内瑞拉人，有没有跟他们交谈？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在委内瑞拉国内，确实存在一些明显的恐惧和不确定感。临时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有报告称检查站明显增多，执法人员会检查老百姓的手机、车。甚至有一些记者被抓了等等。那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去抗议啊，有一些抗议活动他们都呼吁美国别插手委内瑞拉的石油这样的口号。但是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外的委内瑞拉侨民的反应。是吧？特别是在我居住的地方迈阿密。对，你知道，就是上个周末这个军事行动发生之后，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街头上到处都有出来庆祝的委内瑞拉人，然后人山人海，有那么多人都非常高兴。他们总体上是支持这次行动，但也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都感到不安。对，而且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大家没想清楚的，就是说以为把马杜罗抓起来以后，可能会让反对党这些反对党上来执政，是吧？尤其他们反对党的一个领导人，他还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然后呢，没有让他们，竟然就让马杜罗的副总统这个 Rodriguez 是吧？让他来现在做总统，就大家就有点想不清楚，那他是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他没有想好吗？这只是想着马杜罗，还是想着美国不要过多的这个参与进去，就是委内瑞拉的这个以后的这种的发展呢？Maria Corina Machado， 我觉得现在他最近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奖，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国际领导人，是吧？但是在记者会当中，特朗普他有点批评他，是吧？说在国内他没有得到老百姓的尊重，这类的话，但是他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大选里面，他得了70%的选票，是不是？反对党对，那怎么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呢？对呀，所以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目前的副总统 Delcy Rodriguez 他的背景是这样的，他管理过委内瑞拉的这个经济就是国内的这个经济，是吧？除了这个以外，他也领导过委内瑞拉的情报局，所以好像所以好像他的这个关系是吧，在国内的关系是非常广那如果你允许Maria Corina Machado 回国的话，他也不一定很安全吧？很可能有一些反对他的人会暗杀他，是吧？所以他不太安全。我觉得是这个考量。对，而且就说实际上马杜罗也不是一个那么强势的总统，是吧？就是就像你说的，其实委内瑞拉比如说军方也是很大的一个势力。是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副总统呢，他和
他们这些人都还是有这种的 established relationship。对，对对对。你有没有看一下，就说拉美其他国家是如何看待美国的这次行动的？就是左派的拉美的左派政权和右派政权，他们的反应区别大吗？拉美国家的反应明显沿着意识形态的分化，像巴西的路拉，哥伦比亚的佩特罗，这样的这个左翼领导人，他们都坚决谴责美国侵略委内瑞拉的主权，而阿根廷总统米莱这样的右翼领导人曾公开支持。但总体来说，我觉得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的领导人都深受马杜罗毒品国家模式的外泄影响和问题。哥伦比亚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哥伦比亚等国接受大量委内瑞拉的难民，导致社会系统承受巨大压力。然后也有很多跨国犯罪组织比如说 Tren de Aragua 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黑帮，他也把他们的这个业务扩展到周边国家，因此很多国家对美国抓马杜罗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左翼派的一些政府，当然对他被抓的方式本身深感担忧。那我们下面来讨论一下，就是中国为什么长期压住委内瑞拉？中国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向委内瑞拉提供了规模巨大的贷款和融资安排，即便在2013年查韦斯去世之后，委内瑞拉经济开始崩溃，还款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继续以石油换贷款的方式给委内瑞拉提供资金。2023年9月，马杜罗对中国进行了为期1周的国事访问。习近平用仪仗队21发礼炮和高呼欢迎欢迎的中国儿童来欢迎马杜罗。马杜罗在新闻发布会上还炫耀了习近平送他的华为手机。那次呢，双方还把两国关系提升到了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的高度，这是中国和一个国家最高就是关系的最高度了。而且呢，在马杜罗被美国抓捕的几个小时之前，他还和中国政府负责拉美事务的特使会面，谈话据说持续了3个小时。我讲了这么一大通，就是想说，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不是一般的近。就从你的角度来看，中国为什么愿意承担这么高的政治和经济风险，持续压住委内瑞拉吗？只是为了它的石油或者石油储备吗？我觉得这个中委关系是蛮复杂的关系，是吧？从纯经济角度看，委内瑞拉对中国并非不可或缺。中国只有大约4%的这个石油进口来自委内瑞拉，但是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对中国的这个贷款规模超过600亿美元。委内瑞拉也是一带一路的成员国，双方合作已经扩展到军售、安全合作、监控技术甚至太空卫星等领域。所以我注意到，在最近的这一次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他对媒体表示，中国仍将继续从委内瑞拉获得石油。我也认为临时的政府还会继续偿还对华的贷款。但是我很想就是告诉你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去年年底我参加了一个在迈阿密的商业论坛上，一个论坛，然后在这个论坛上，反对派的领袖Maria Corina Machado 他说了一个演讲，然后在演讲中他透露，早在2012年 Hugo Chavez 他聘请了中国中信集团
对委内瑞拉的关键矿产进行全面调查。直到今天，中信仍是全球唯一掌握这份调查数据的公司。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换句话说，委内瑞拉除了石油以外，有很多很多关键矿产，是吧？是一个自然天堂吧。对，就是中国掌握了这些，就是美国现在，因为昨天我看，这个川普总统他发一个社交媒体，他说，我现在掌握着委内瑞拉的石油，当然呢，他就说，这些石油呢，是最后是要造福委内瑞拉人民和美国人民的，我也觉得就说也挺有意思的，就说你认为这个论述准确吗？就是美国真的就是控制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吗？这个对中国，你刚才说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只占中国的这个石油进口的4%，是吧？就是这个影响其实不是那么大，对不对？但是是不是今后要意味着中国只能以市场价从美国买委内瑞拉的石油呢？就大家我觉得还是不太明白，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把那么多钱给委内瑞拉？那拿回来的东西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还是说你觉得实际上中国背后除了石油有很多很多别的考量？就比如说那些黄金啊，这个别的矿产的资源的开发的考量。肯定有更多的考量，更广泛的考量啊，安全方面是一个我已经提到了，对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来说，委内瑞拉也是一个地区的这个战略支点或者战略滩头阵地，或跳板是吧？对。但是你提到就是特朗普的对委内瑞拉的政策，我个人觉得这个行动从狭义上讲，当然跟石油啊、毒品等的这个问题，但是从广义上讲是反映特朗普新的对外政策，是吧？去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然后明确将西半球列为美国的首要战略重点，甚至高于在印太地区应对中国。所以在这份文件中，特朗普他提出要打造所谓的特朗普版的门罗主义，是吧？那如果你听众不太了解就是门罗主义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追到182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门罗，他宣称西半球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所以我觉得上周末的这个军事行动是门罗主义在现实中的直接体现。有一些人和专家他已经把它称为The Dunroe Doctrine， 是吧？特朗普的门罗主义。所以我有点担心委内瑞拉这是一个开始，是吧？因为特朗普他已经威胁了哥伦比亚、古巴甚至格陵兰岛，是吧？对，美国从去年9月就开始以禁毒的名义轰炸委内瑞拉附近公海上的船只，轰炸已经持续了有几个月了。为什么习近平这个时候会派特使去和马杜罗会面呢？我认为他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啊，但是我并不敢推测啊，很可能他已经得到了一些情报，是吧？然后他为了警告马杜罗，是吧？他访问了委内瑞拉，但是我不敢推测吧。
我看中国社交媒体上好多人都在笑话呀，就说中国的这个情报能力太差了，竟然就是下午才见了特使才见了，还是据委内瑞拉总统府说是3个小时的一个会面，然后晚上这个马杜罗就被给抓走了。就是但凡你的情报好一点，你也不会在这个时间点去把他给抓走。当然这个都是没有办法，这只是大家的一种评论了。那今天Victor 石宗翰教授，我今天早一点又跟他和他做了另一个采访。他在采访里面我们就聊，他就说他认为美国要拿下古巴的话，中国一定会出手帮助古巴。你怎么看呢？就是第一，美国真的会想拿下古巴吗？这是川普可是自己说的啊，川普自己说的。他对古巴非常感兴趣。就是如果会。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会以像这个抓捕这个马杜罗一样的方式呢，还是其他的方式？第二，中国会出手帮助古巴吗？如果会，可能会以什么方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据我所知啊，特朗普在这个记者会当中，他没有说他就会直接用军事方式来侵略古巴。是吧？他说，古巴的经济情况是那么糟糕的，现在他们最大的靠山委内瑞拉垮台了，那古巴和尼加拉瓜就会自然而然的垮台。对，我到某某程度上我同意他的看法，是吧？因为古巴国内经济情况。确实，对，很糟糕。对，委内瑞拉给古巴是古巴石油的主要的供应商，是不是？对。而且就这样的情况下，古巴很多地方，好像是绝大多数地方，一天要停电18个小时。就是现在没有了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供应，古巴会非常非常非常难，这是肯定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也可以了解，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大战略里面，古巴是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觉得其他的媒体他已经报告过，中国已经在古巴建立了一些情报站，是吧？和情报设备。然后当然古巴离美国很近。所以，正如美国在台海是吧部署一些军事方面来遏制中国，那中国也可以在古巴遏制美国。所以，我觉得在地缘政治的考量，古巴确实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对中国来说。那中国就是肯定应该会出手帮助古巴的，是吗？也不一定吧，因为我觉得虽然最近几年中国也在这个地区扩展了它的安全方面的一些设备，但是还不足以帮助他的在这儿的盟友。他如果不帮助的话，如果真的把古巴拿下，那中国在拉美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支点就没有了。那会是一个也会是一个挺难的问题，对不对？如果我们假设美国真的出手是吧，武统古巴做这样侵略古巴的话，那中国有什么反应啊？你觉得中国会派军舰去帮助他吗？或者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像古巴导弹60年代那个肯尼迪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可能会有吗？很可能。但是我还觉得就是对中国来说，得不偿失吧，得不偿失。还有什么你觉得这个关于委内瑞拉还有中国在西半球的角色，这些还有什么？就你觉得我们对于中国
的观众来说，大家应该了解的呢？因为实际上说句实话，委内瑞拉太遥远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家其实平时不关注的。虽然委内瑞拉很遥远的地方啊，这整个这个拉美地区很遥远，但是中国的雄心本来就是一个全球性的，是吧？他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啊、安全倡议、文明倡议和治理倡议。所以中国的国企和民企在这个地区都出售各种各样的产品啊，人工智能、电动汽车、数据中心等等。而且中国已经制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拉美3年计划。比如说他打算就是每年邀请300名拉美政治家去北京，提供9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或者在执法合作、太空、南极、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全面扩展和合作。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西半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区，也不会离开这个地区，在这儿有利可图。对，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区域。对，对于中国这个一个寻求全球大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国家。对。那你觉得中国会调整自己的拉美战略吗？就是因为现在美国是门罗主义，是吧？但是中国呢，实际上这些年在拉美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特别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就不说像委内瑞拉、古巴这些的，就是很比较弱的这些国家，但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啊各方面的这样的交流是非常非常多的。那美国现在要把自己的势力范围已经是把这个西半球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中国现在会不会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拉美战略，还是说它应该不动，还是怎么样呢？会不会两国在拉美产生一些冲突呢？哎呀，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我觉得一动不如一静，是吧？一动不如一静，说得好好。为什么？为什么呢？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未来几年呢，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将呈现什么样的形态？我觉得几年前拉美经历了一份怎么说呢？粉红是吧？粉红浪潮，对，粉红浪潮就是 Pink Tide 是吧？对，就是说左翼领导人在巴西、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等国家都上台。然后那个时候，他们都非常欢迎中国在基础设施以及新三样啊、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源等都投资。但是现在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吧？今非昔比，好像政治钟摆正在向右摆动。对，阿根廷的米莱，智利的 CAST 卡斯特，在玻利维亚，他们在30年以来，他们第一次选了一个右翼的领导人，还有在洪都拉斯是吧？中美洲的这个洪都拉斯，他们刚刚有了一个选举啊，然后一个右翼总统胜选，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做候选人的时候，他承诺他就会跟台湾重新建交。这对中国来说，我觉得未来几年很可能会面临不小的逆风。现在美国强调门罗主义，把战略重心重新转回美国大陆，会不会在亚太留下真空？会不会让中国有机会在亚太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呢？我确实觉得中国和俄罗斯他们就会觉得，如果美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可以为所欲为，
那难道我们不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地区不可以这样做的吗？肯定会。我昨天刚发了一篇专栏嘛，就是中国国内对抓捕马杜罗的反应是吧？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的粉红都在叫喊着说，中国应该学习美国跨过台湾海峡抓捕那个赖清德。当然也有人认为，就是中国不这么做是因为缺乏这样的实力。你怎么看呢？你觉得美国这次行动对台海关系未来走向会有什么样影响呢？就是显然有不少人就像你刚才说的，美国可以这么对待委内瑞拉，中国也可以这么对待台湾，你觉得有可能吗？其实我最近跟一个住在北京的中国朋友啊聊天唠嗑然后他告诉我，哎，小罗，委内瑞拉的这个事啊，在微博冲上了热搜，所以我认为中国肯定会学一些经验教训，是吧？我觉得第一个教训就是叙事控制的重要性。美国将马杜罗定性为一个毒枭集团首脑，强调这是司法部主导、国防部支持的执法行为，是吧？行动。那中国未来很可能会采取类似于的这个做法比如将台湾总统赖清德正式定性为分裂分子，台独分子，对台独分子然后依据国家安全法绳之以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的教训。第二个教训就是世界正在回到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了，是吧？美国公然无视国际规范，很可能会鼓励中国和俄罗斯在各自周边采取类似的行动。那你觉得这次事件最重要的长期影响会是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说了一点，也许你可以继续说一下，就是我们往后看，就是这个大国划分势力范围，我们是真的要回到一战前了吗？因为现在各种的感觉都让人觉得好像要回到一战前夕的这种感觉。我真的我不希望，是吧？我真的不希望。当然没有人希望了，一战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对，我认为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全面的转折点，有一个委内瑞拉前和委内瑞拉后的这个世界。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是特朗普门罗主义的体现。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将如何看待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的回归，非常值得长期观察。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肯定会影响中国在西半球的角色。我们已经看到一批亲特朗普或一些右翼领导人正在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影响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无论是秘鲁的前海港，是吧？这个新的港口，对，或者比亚迪，它在巴西、智利和其他的国家都卖它的电动汽车，还有或者厂家生产生产线，对，然后也华为和其他的人工智能公司，在这个地区建立很多数据库数据中心等等，所以我觉得中国肯定会留在这个地区。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我有3个推荐第一个是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撰写的6转本二战传。二战史。二战史，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读完你都读完了是吗？对，我不得不惭愧的说。对，但是我觉得这套著作
提供了大量值得深思的一些经验教训，也让人看到当今世界一些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跟当时战争的这个时期有许多的这个相似的地方。第二的推荐是Ava Doe 的House of Huawei，就是关于华为的历史崛起啊，也甚至他的董事长任正非，以及他与中国军方之间的一些关系，是吧？然后最后我想推荐一个播客，是吧？那当然不明白播客是最好的。不用这么说。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故事 FM 你听说过吧？对呀，当然了，我是忠实的听众。哎呀，我很喜欢故事 FM 因为它是讲述普通老百姓啊，甚至中国年轻人的这个真实故事我觉得一般来说，对像我一样的这个研究中国的中国问题的人，我们只会听到中美大国的博弈地缘政治的竞争剑拔弩张的事情但是通过这个播客我就会听年轻人在城市农村和其他的地方他们日常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非常珍惜。对，我也很喜欢故事 FM， 寇爱哲听了肯定会非常的高兴。好，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播客不明白播客其实也是希望就是做更多的关于普通人的故事，当然这个是比较难的，我们做了很多但是呢也很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能给我们踊跃的投稿。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听众，包括像罗丽兰这样子的，还有美国一些政策层面的人，他们都会听的，而且他们很多人给我的反馈都是他们最喜欢听的就是普通中国人的故事。我觉得你这个推荐特别好，这是我也觉得就是实际上因为中国现在媒体社交媒体都被审查的这么严重，实际上大家互相之间并不知道彼此真实的生活状态，能没有顾忌的把自己的真实生活状态，你不见得要有一个政治的什么一个诉求，但是就是真实的生活状态，真实是最有力量的，我总是这么说。对，希望大家都能来多分享你们的故事。好，谢谢罗丽兰，也谢谢大家收看收听，我们下期再见。